第24章成功。黄金锁业的100万悬赏活动策划搞得如火如荼，这些天传统媒体、网络媒体都在炒作这个消息。老彭显然是下了大功夫，准备要在国际五金展上把这个事情干起来。他想一炮火遍全国，所以我一过去，老彭立刻把我拽住我道：“陈斌老弟，你来的正好，现在我们的团队急需你这样的高手指导。”我一听老彭这是什么话，忙道：“彭总，我今天是来跟你订智能网站来的。我知道你们公司来了几拨人都让我给轰走了，我跟他们讲，我姓彭的只跟你们最精英的人合作，其他人都不够格。”哈哈，彭洪波哈哈大笑，拍着我的肩膀：“你放心，但我就是留给你的，你只要帮我把这一次五金展的事情搞妥，其他的都是小事。”我觉得头大，上次我提这个悬赏的想法就是灵感一闪而已，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怎么操作。其实我不懂营销，但是现在我被架起来了，看到老彭这阴阴的目光，我只能硬着头皮上。黄金锁业的营销副总叫柳明，30多岁的年龄，一看就是个职场老油子。我跟彭总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一脸谄笑的恭维我，把我往死里捧，但是我明白他对我并不友好，甚至还充满了敌意。他趁着开会的间隙给我递了一根烟，道：“陈先生，我知道你们是搞网站的，网站建设其实简单，找个技术员2天功夫就能建个站，域名几10块一个，网上虚拟空间100来块，建好的网站做个域名指向，然后往虚拟空间一放就成了。本来我一直觉得这点是我们自己就能办，但是彭总说这是你的生意，所以这个意见我就没提。我能断兄弟的财路吗？”哈哈，我一听柳明这话，威胁的意味很浓，我心里当即就不爽了。柳明的目的很明白，想我给他捧哏。他现在有一套方案，刚刚搞了2个小时，就是梳理他的这套方案。这套方案涵盖很多东西，又是搭舞台，又是请演员，又是搞花车游行，反正就是想把五金展上吸引眼球的东西都搞一遍，来个一条龙。本来柳明如果客气一点，大家都是求财，我完全没有必要在这种事情上较真，但是现在我只能认老板彭洪波了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，我要搞定彭洪波，柳明肯定要牺牲一点。接下来我选择什么话都不说，什么意见也不提，硬是被老彭问到了脸上，我就说好，肚子有点饿了。他妈的，一忙起来忘了吃东西。老彭把助理叫过来，把车开过来，今天小陈来了，我请他吃海鲜。老彭把我带出了场，去龙华找了一家海鲜店。小陈，今天你跟我们一起忙，辛苦了。我知道咱们的这些方案应该入不了你的眼，人多你可能不方便说，现在就你我2人，你单说无妨。彭洪波道。我把已经填好的合同推到他面前，道：“你签字，然后我用3分钟跟你把问题解决。我实话跟你讲，你这个营销副总水平太次，今天全他妈浪费时间。我知道，必须语不惊人死不休，要快刀斩乱麻。”这个时候我一脚把柳明踩下去，心里没有一点点负担。我观察了黄金锁业的人际关系，我发现这个柳明特别擅长谄媚开马屁，他以为这是在黄金锁业的生存之道，其实他太小看老彭这个人了。老彭城府深，看上去大大咧咧，喜欢听奉承话，其实骨子里精明的很。他的软肋可能是书读的不多，对现代营销和现代经营理念这一块不熟悉，但是江湖上的那些套路，一般的水平想忽悠老彭那绝无可能。他也不想想黄金锁业现在工厂占地上百亩，员工上千人是怎么来的。我想到了一句话，自以为很聪明的人干的往往是很愚蠢的事情。这话形容柳明太恰当了，我感觉老彭并不太信任柳明，所以我直接摊牌，就是赌这一点。老彭把合同拿在了手中，我低头吃东西，道：“上次说的智能网站方案按照小温给你策划过的，只是把系统全换成智能的了，你别翻来覆去看，不容易看懂，你只要坚信一点，我陈斌不会坑你。”老彭打了一个哈哈，用我给的笔签上了名字。我一看下午4点了，早就该拿钱撤了。我把筷子放下，道：“彭总，你们100万悬赏的方案很简单，我给你出个方案，你用最高端的钢化玻璃做一个透明的大箱子，把100万现金装进去，然后用你的黄金锁把箱子锁住。五金国际展的时候，就把这个装100万现金的大箱子放在展会的大门口，谁能把锁打开，就可以把现金拿走。就这么简单，直接粗暴。什么搭舞台、搞演出啊，搞花车啊，那不是扯淡吗？就像写文章一样，东扯葫芦西扯叶，隔靴搔痒，就是不涉及要害主题，这文章能看。”我说完就把包拎起来，道：“彭总，听我的没错，你的黄金所用最少的钱必定一炮而红。我现在时间紧张，必须往回赶了。对了，财务那边我直接去拿钱了，你打个招呼。你等一下啊，吃完了再走啊，等不了了，公司还有个精英分享会，我得马上往回赶。”我从黄金锁业拿了钱，给马从敬发了信息，2万8。马从敬回：“你最牛。”我又问：“为什么今天手机这么安静？你的业绩快爆呢？”马从敬再没有回复了。我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，我忽然想到上个月最后的一天，
那一天我和老唐两人在外面跑单，马从敬的业绩快报像催命符似的一条条发过来。最后我和老唐在绝境中惊心动魄地拿了2张单，那情形现在还历历在目，宛若是在昨天。今天签单相比那一天要平淡很多，但是此时我的内心却汹涌澎湃，我很迫切地想知道现在公司业绩的排名情况。现在我的业绩破9万了，9万的业绩够不够干掉温小兵呢？我他妈想问候马从敬所有的亲人，马从敬肯定是故意不给我发业绩快报的，这个贱女人，她总能想到狠招对付手底下的员工。我收不到信息，心中就慌，我就忍不住要想我的意向客户中还能不能逼出单来，所以我坐在公车上打了7、8个电话，就是希望还能炸一点业绩出来，但是结果无所获。